我来就好。时而扶起娇无力，时时心诚恩泽时啊，太没用了。夫人还好吗？我还行。是夫人还行，还是为夫还行？当然是夫君啦。这样，那就劳烦日后夫人再多多指教了。琛哥，想你娘了是吗？哇。好，爹知道了。再过1个时辰，你娘不回来，我便带你去找她。将军，您不舍得夫人出去，倒也不必让小少爷背锅。都好了吗？都好了，爹爹你要快点找到我。爹来了，琛哥要都好了。哎，好像看到了琛哥的小脚了呢。将军，江姨娘这什么意思？不会趁着夫人不在，想要撬墙角吧？偶见将军在此处，月然特意过来行礼。月然方才瞧见了琛哥在那一处，将军可要随我过去看看？不必，烦请让路。生气？将军还在生我的气吗？当初的事情我可以解释，月然也是身不由己。丢走。好嘞。什么玩意儿？果然想撬夫人的墙角！等等，将军，林初和对你根本不是他表现的那样。说夫人的坏话，莫非是派人跟着夫人？将军少出门，可能不知道，林初和在外举止不当，私下接触外男，并不将将军放在心上。说完这话，萧定州果然如他所料的，给了江月然一个正脸。月然是不想看见将军被欺骗，何况还有3个小公子，还只怕他表面做得好，私底下却对3个小公子不好。月然实在不忍心看见3个小公子也被教导的误入歧途。琛哥大喊了一声，像是被惹怒的小兽一般，气冲冲地瞪着江月然，像是被逼急了找不到出口一般，冲上去咬住了江月然的手腕。琛哥，小少爷，放开！将军！好了，琛哥，不生气，不是替你娘亲出气了吗？也生爹的气啊！外人！萧定州心想，这小子倒是挺护着你娘，不管儿子听懂了多少，他都十分认真的解释。爹没相信他的话，还气吗？亲儿子？真的，我发誓一个字也不信。你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哼，将军就是最好的。来，张嘴我看看，咬伤了没有？琛哥乖乖的张嘴。萧定州一边查看，一边用手帕擦了擦儿子的唇瓣。下次不能再这样了，什么东西都往嘴里送，不干不净容易生病。不记得你娘说过的话了，闹肚子得扎针的。娘说了，不能什么都用嘴巴咬，不然肚子痛痛。旁边的江月然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不干净的东西，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将军，我说的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程阳，将军卑职在。丢回萧凌晨的院子，你亲自丢，不必让人知道是你丢的人。下次若再让我听到你嚼夫人的舌头，我便将你的舌头割下来拿去喂狗。是谁要嚼我的舌头，让夫君和琛哥这样生气啊？娘亲。哎，娘亲，琛哥想您了。哎呦，娘亲也想琛哥呀。夫人回来了，可还顺利吗？顺利的很，夫君什么都给我安排好了。那就好。这是怎么啦？夫君要割谁的舌头？不是，没眼力见的人罢了，惹了琛哥不快。林初和，你敢不敢承认，你就是背着定国将军去驿馆见了外男？我的行踪，你竟然知道得如此清楚，真是小看你了。你去找二叔了，你去找他做什么？你是不是看他如今醒过来了，想回去做将军夫人？不是，凌晨哥哥，我没有去找将军，都是误会。你没有去找他啊？你没有去找他，程阳怎么会将人扔回来？你的身边连丫鬟都没有，我真是小看你了，贱人！凌晨哥哥一点也不相信我吗？然而在凌晨哥哥的眼里，就是这么不堪的人，连一句解释的话都不给我说，就这样对我生死。我，凌晨哥哥既然不信我，那我一头撞死算了。然儿，别这样，我信你，我只是太着急了，对不起，我只是太在乎你了，不是生你的气。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一边哭一边说自己的丫鬟看见林初和去府外见了男人，去告诉萧定州，不想让林初和这般算计他二人之后，还与萧定州做神仙夫妻，这也是为萧凌晨出气。然而我错了，对不起，我不该不相信你，我日后绝不这样了。你知道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我只是太在乎你了，所以才生气的。我养养不如二叔，如今他又醒过来了，我怕你也嫌弃我。在我心中，凌晨哥哥是世上最好的男人。然而儿子听府中下人说起江姨娘被父亲扔回世子院子的事情，儿子竟然也关心这种事情，这不太像他。严格表情十分严肃。父亲，尽恕儿子不敬，这件事错在你。虽然母亲嘴上不说，若你没有实际的行动，母亲必会伤心失望。所以您最好好好哄一哄母亲，送点礼物什么的，不要觉得母亲喜爱你，你就有恃无恐。你倒是关心你母亲。哼，儿子关心母亲，天经地义。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子只是担心母亲伤心，万一母亲伤心过度想回去了怎么办？那个世界一听就很美好。我知道了，但会不会夫人是装的呀？实则内心煎熬。换位思考，若是别的曾与夫人有过婚约的男人，在夫人面前找存在感，即使夫人对他无意，他心中也不会好受。夫人一点坏心情也没有。哎，
夫君，你回来啦，后室准备好了药浴，你自己去沐浴吧。自己去？夫人竟然不管他了。萧定州抿唇，夫人心情还好吗？林初和一连忙，挺好的。夫人不生气吗？啊，我为何生气？严格的腿和手针灸治疗之后恢复的挺好的，你不会认为我因为江月然的事情跟你生气吧？或许你认为我应该生气？没有，只是问问。我先去药浴了。哎呀，夫君这遗憾的语气怎么回事？感觉夫君要找恋爱脑了。夫君，要帮忙吗？夫人还有事情没有忙完，我自己可以。哦，别扭的语气啊！真的吗？不要帮忙，那我走了。我去看看琛哥要不要帮忙洗澡。还挺会玩啊！自从苏小舟见过世面之后，萧将军这段时间似乎有些放飞自我了。夫人陪我。林初和湿漉漉的衣服已经被甩出去了，那是新衣服啊！明日再买。将军，怎么回事啊？盼着我生气呢？虽然今日的事情的确让人生气，但气不到我，因为我知道将军看不上江月然。再说了，他说的那个事情，你我都知道怎么回事。况且你也不是那种偏听偏信、疑心重重的人，若还为了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生气，还过不过日子了？夫人知道我看不上江氏，这是重点吗？当然，定国将军岂会那么肤浅？若我真的因此怀疑夫人，夫人是不是会弃我而去？应该也不算，那不叫弃我而去，那叫休夫，或者自称寡妇。谢谢。就这样。哇，严哥真是天纵奇才，太棒了！我也可以学吗？你的身体不易学武，没关系啊，锦哥暂时不能学武，但是可以学别的厉害的东西来保身呀。等你日后康复出门，就能保护自己了。什么？暗器啊！奇门遁甲，暗器藏身，轻轻松松置敌于神秘之中，隔空伤敌也能不动如山，那真是智慧和气息的完美结合呀！哇，娘，你懂得好多。还行了，还行了，那我学，我也学。总感觉母亲在忽悠人啊。严哥，你有天赋，但是眼下不能操之过急。我书房里有几本武学功法的书，你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先看看。平日练习不要冒进，若是伤了身子，反而得不偿失。是，母亲为我殚精竭虑，儿子自会爱惜身子，我让母亲白费力气。继续练习吧，看看今日能否连月3步固击。真不愧是我们儿子，天纵奇才啊！一月3步是不是太严格了？不叫严格，严格尚未恢复，但这也在承受范围内。当初我学武半日便能连月3里。哇，当时夫君多少岁啊？6岁。太厉害了，夫君才是武学的天才，怪不得年纪轻轻就成绩斐然。夫人也是十分优秀的人。夫君看我还能学武吗？夫人想学武，技多不压身呀，多一些自保的能力，肯定比什么都不会要强。那太辛苦了。辛苦不辛苦的，总要试试才知道。而且我觉得会轻功什么的挺酷的。好，我教夫人。萧凌晨来找说法的时候，瞧见的就是萧定州和林初和这般夫妻情深的画面。二叔，合适，恢复的倒是不错。二叔，关于然儿的事情，哼，管好你自己的人，若还有下次，谁的面子我也不给。你已经不是小孩了，别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一错再错。是，日后我会注意。对了，二叔恢复的如何了？还是老样子。爹，娘亲，给娘亲。哇，是琛哥亲自给娘亲摘的呀，真是娘亲的乖宝宝。给娘亲的，好看吗？好看。娘亲是仙女，我也给娘摘花，好看好看，娘像仙女一样好看。娘亲还戴。夫君，我好看吗？夫人胜仙女更多。对，爹说的对，娘比仙女还好看。糟糕了，爹现在的审美已经有些凌乱了。用母亲的话来说，可能是恋爱脑有点严重。虽然母亲确实很美，但父亲也实在毫无原则。严格觉得家里就剩自己一个正常人了，一家五口和睦相处的画面如尖刺一样让凌霄神眼疼。他一言不合的走了。严哥站在原地看着萧凌晨离开的背影，若有所思。眼下在下还未入仕，家中唯有钱财，还希望萧将军和萧夫人不要嫌弃这些俗物。我陪表哥来京城后，舅舅买下了京城一家商铺，眼下主要是我在经营，不过为避免我一个小女子被人欺负，对外则说是表哥的商铺。萧夫人若不嫌弃，日后可去瞧瞧有没有合心意的。哎，不是，感觉表妹眼里没有我怎么办？凌晨哥哥，我发现了林初和的一个秘密。你怎么又去关注他？
还对二叔有所心思。不管怎么说，他私底下去见外男都是事实。说是老夫人知道了，还能饶过他？那就查查，二叔腿脚不便，不方便出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外做了什么事，传出去有辱侯府的门风。母亲，江姨娘似乎在派人跟着你，你发现了吗？发现是发现了，但是严哥，你每日读书这么忙，怎么也关注到了这个事？重点是这个吗？母亲看起来心中已经有对策。那倒没有，但我熟悉宅斗剧本，无非就那么几件事。江月然看我不顺眼，当然要找机会报复回来，让我更加丢脸。您倒是放宽心。对了，严哥，你觉得赵云明这人怎么样？我打算跟赵家做生意。母亲现在的样子，像是掉进了钱眼里。按照母亲说的，眼下的赵云明与我认识的赵云明千差万里。我记忆中他并无妻子，只听说妻子早亡，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人的性情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能给母亲提供的信息实在有限。我当然知道，照你说的，赵云明人生境遇的改变应该是2件事，一是采薇出事，2是他科举被诬陷舞弊。不过我认为第一个境遇已经改变了，第2个境遇未必不能避免。赵家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我跟采薇和赵云明了解过，他们眼下的生意聚焦在海上，但主要在东海一带活动。可据我了解，往西而去，那边还有金发国，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母亲想出海，准确的说是我看上了那边的市场，但具体的还得真正见过赵家父母详谈之后才知道情况。您是不是还想跟盛家合作？那感情好啊，严哥，你有渠道吗？老夫人叫您过去做什么？可能好戏快开场了吧？我叫桂嬷嬷看我的脸色可不太好啊。今日你爹不在，真是个唱戏的好日子。早知道让你爹早日出门了。父亲知道您的想法吗？大家都在，不知老夫人叫我来所为何事？今日是有大事要说，我便将府中的女眷全都叫过来，就是为了处理此事。林氏，你可知错？看来今日的事情跟我有关，就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让诸位这么大动干戈。老夫人不如先说说，我做错了什么？你竟然不知悔改！然而你来说。各位婶娘在此，今日我要告发林初和与人私通，毁乱侯府风气，罪不容诛。你莫非是瓜尔佳氏江月然？好了，林氏，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只是比较好奇啊，这话从何说起？江姨娘，你可能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最终的下场是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是被乱棍打死，丢在乱葬岗，被野狗撕咬，全族无后而终。我劝你好好想想，要不要继续这么做？怎么，你敢做不敢承认吗？你表面上嫁给萧将军，但实际上内心嫌弃，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做出了有辱门楣之事。我亲眼看见你在望江楼单独与赵公子用膳，交谈间容色愉悦，举止亲密。你的丫鬟出入赵府，你还私下进出赵府的商铺，你用的帕子甚至都与赵公子衣裳上的刺绣绣得一模一样。你观察的倒是够仔细啊，你承认了？没做过的事情我承认什么？江姨娘处心积虑，我要是就这么承认了，岂不枉费你这段时间的安排？侯夫人适时开口：怎么，弟妹不肯承认呢？以为这是然儿陷害你？不，大嫂不愧是侯门主母，一眼就看见了真相。林初和，你今日不肯承认，也于事无补。你跟赵公子私下有首尾，已然是事实。侯府容不下你，萧将军也不会饶过你的。眼下全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说是没有你所说的事情，该当如何？老夫人怒道：没有便是误会一场，还能如何？这么简单？我的名誉就不是名誉？你这么信誓旦旦的说我跟人私通，还侯府上下的女眷都召集过来了，最后证明我是清白的，你却一点事也没有。那下次再心情不好，你是不是也可以故技重施？再有心术不正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再当陷害，为自己谋利？不成功也轻飘飘当做无事发生。这事传出去，就算是清白的名誉也没了，日后他的孩子如何立足？老夫人开口：若你真的清白，你想如何？当然是让信誓旦旦的江姨娘从侯府的大门走到城中的望江楼，一边走一边说我江月然不知廉耻，惹是生非，栽赃陷害，罪该万死了。这么简单的事，江姨娘不会做不到吧？不可能，这点惩罚都不敢应啊，还敢开口捉奸？你不如去讲个笑话，逗大家开心得了。我什么我？有本事拉我下水就要承担责任。江姨娘不是信誓旦旦吗？认定我与人私通，还选在将军不在的这一日来告发。既然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这就怕什么？我当然敢。既然你死不承认，那就让大家看看你平日到底是什么行径。老夫人，人证我已经带来了。既然如此，那就带上来，我听听是怎么回事。见过老夫人，见过各位贵人，我们是赵府中的下人。你们跟老夫人说说，究竟怎么回事？林氏跟你家公子之间是否有首尾？林初和看了眼两人，不认识。你可认得他？好好认啊，可别认错了，不然这戏唱不下去啊。弟妹还是少说话吧，免得这二人都不敢开口了。怎么会，都敢来侯府指认人了？
又岂能因为我这一两句话而不敢开口？这种不敢说话的证人的话，你们敢信吗？在场的哽住了。认得，这位夫人与我家公子私交甚笃，曾来过赵府。哦，他去赵府做什么？老夫人脸色难看地问。小的不知，小的只在外院伺候，不能跟在主子的身边。既然如此，你难道不知道你家公子有未婚妻，我就不能是去找采薇姑娘的？既然不能跟在主子身边，又怎么能断定林氏与赵公子有首尾呢？啊，我们虽不曾亲眼看见二人私下如何相交，但日常伺候公子瞧见了一些端倪。自从夫人来过赵府后，公子与采薇姑娘常有争吵，言辞间多次提到萧夫人。昨日公子已与采薇姑娘离京，奴婢听到二人争吵间提到了定国将军夫人，说什么攀高枝、胆大包天、生儿心、私会等字眼。真大胆，我都忍不住拍手称赞了。难为你们了，趁着你家公子不在京城，能这样颠倒黑白。来，继续说，还有什么证据？一股脑说完吧，免得到我说的时候，你们还得插嘴。林氏，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哎呦，这诗里竟然还有弟妹的名字在里面呢！哼，林氏有什么好得意的？她以为嫁给了萧定州就能作威作福？我才是侯夫人，是荣国侯府的主子。事已至此，你还不承认？这算什么？退一万步说，这些东西就算是真的，顶多能说别人有所心思，与我有什么关系？你竟然如此不知羞耻，那也是你行事不正，才让别人产生误会，对你起了心思。真是好笑！我听闻老夫人年轻的时候，经常不少年轻男子追慕。这么说来，老夫人年轻的时候也行事不正啊？哦，我听说大嫂年轻的时候，说媒的人也要踏破门槛了。原来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挺行事不正的啊！哎，弟妹，你可不要胡说八道！林氏，你在牙尖嘴利，也于事无补。这种事情传出去，让侯府和萧将军脸上都无光，你也会被外人唾骂。侯府容不下你这样的人。你这种跟萧凌晨私相授受的人，大家都能容下，这侯府还有什么是容不下的？放心，侯府比你想象的更能包容玩笑。来人，快来人，把他带下去。等定州回来，立刻休妻。我们荣国侯府容不下这种人。谁敢动？好啊你！我今日必要让你吃一吃苦头。急什么？谁吃苦还不一定呢。好戏才唱了一半，就想收手了？刚才都是你们在说，我还没说完呢。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当然是说一说今日这场针对我的局有多少漏洞了。既然你们知道你们家公子昨日就离京了，难道不知道他们二人离京是因为与我合伙做了一笔生意？赵家在南海做海上生意，东海有一味药材，对治疗伤口有奇效，只有赵家的商船才能拿到，我全部买了下来，跟赵家的合作白纸黑字。你们竟连这也没有查到，就急于污蔑我，功课做得不太好啊。江姨娘，你的信息不真啊。我若是你的话，都不敢在不明白赵公子离京做什么的前提下策划这么大的事情。你这点手段歪宅都真不够看。幸好这只是开始，不然你都玩不到今天。老夫人，您说是不是啊？这方面您可是行家，年轻的时候可比这点小风小浪刺激多了，是吧？老夫人，她头疼啊！她知道这林家为何不管林氏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等叛逆不服管教的性情，不如死在别人家。不可能！怎么不能？这不是白纸黑字吗？老爷，二爷回来了，知道二夫人在青松院正过来呢。老夫人如此不明不白，冤枉我母亲，不如听听另外一位当事人的说法。府中发生大事，儿子见母亲久归不来，便问了一下老夫人院中的人，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在为难母亲，逼迫母亲承认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硕大一个侯府，竟然如此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真不愧是我钦定的好大儿，你可真会说。母子二人看了看对方的眼神，大概就知道了对方800个心眼。跪在地上的小厮和丫鬟见到赵云明和采薇，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不是，公子不是说要离开几日不在京城吗？老夫人，我是赵云明。赵云明立刻站出来。此二人是我府上的下人，老夫人若想问什么，不如问在下。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能说出什么实话来？另外，这是在下的未婚妻采薇，萧夫人是我的救命恩人。诸位污蔑我赵某，赵某可以不计较，但借我来污蔑救命恩人，赵某绝对要还萧夫人清白。萧夫人，都怪我们御下无方，竟然让你蒙受这样的冤屈。那倒没有，只是意外策划这场戏的人实在太蠢。青松院这样热闹，老夫人何故趁我不在的时候为难夫人？萧定州的声音自门外传来：“夫人，我来晚了，让夫人受委屈了。”那啥，我真的没有委屈，这点小事不够玩的。定州，你回来了。我若再不回来，还不知道府中众人这样欺负我夫人。老夫人想问什么，不必为难夫人。
问我便是了。夫人和赵云明夫妇之间的生意我知晓，赵家从东海带回来的药材是给我的，还有什么要问？这2人被主之人该杀，赵公子觉得呢？任凭萧将军处置。拖出去打，看看到底是受谁人指使。将军饶命啊！老夫人饶命啊！我2人不是故意栽赃陷害，是有人给了大量银钱，叫我们今日在荣国侯府面见老夫人，务必以言语污蔑萧夫人和公子的关系。实际上我2人从未在赵府见过萧夫人。公子救我们！多行不义必自毙。你2人既做出被辱之事，就应该想过今日的下场。夫人救我们可都按照你们的意思说了呀。夫人，都是你们告诉我的，什么我们的意思？你们不要胡说八道。萧定州说：“带出去。神，还有谁想问什么？可我亲眼看见10日之前，林初和在望江楼与赵公子在月子雅间一起用膳，并无旁人，2人言笑晏晏，举止十分可疑。严哥，看见了吗？这就是心脏，所以看什么都脏。从前江姨娘大概就是这么跟世子勾结在一起的，如今看别人都有几分似从前。哦，儿子受教了。林初和，你闭嘴！这位姨娘怎么能凭口乱说？那一日分明我也在场。萧夫人和萧将军救了表哥的性命，我跟表哥为表示感谢，宴请2位恩人。萧夫人不弃我商女的身份，与我相谈甚欢，表哥甚至都不能插嘴。怎么到了江姨娘眼里就是不堪的事情？江姑娘既然想探究，怎么没有发现我的身影？而且当日萧将军也在，连陈少爷都在，这么多人都在，萧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最多，怎么江姨娘就单独拿表哥和萧夫人来说事？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说句不敬的话，姨娘这种行为简直可以说是断章取义，无事生非了。这事若是不信，眼下去叫望江楼的掌柜来问话就是了。萧夫人最好，谁也别想冤枉萧夫人。表妹好凶啊！第一次见表妹这么能说。确实如此。那林初和多次前往赵公子名下的商铺，什么表哥的商铺？那分明是我名下的商铺。我感念萧夫人当初救了表哥，还帮我讨回公道，请夫人去挑选礼物，有什么问题？江姨娘心眼为何如此肮脏？要你这么说，京城的夫人小姐们去男子经营的商铺买物品，难道都是有私下交情吗？敢问在座的各位夫人，去铺子里买东西，若掌柜的是男子，是不是都不能进去了？我说得好，日后就是要这样，大胆点。可林初和已经成婚，是将军夫人身份特殊，不但去医堂看诊，接触外男的身子，还跟外男做生意，传出去都是有无名声，有无萧将军的名誉。生育2字从你嘴里说出来，有信服力？阿和做什么是他的自由，连我都不说一句，用你来评判，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世子，这都是什么破事儿啊？看看你娶的都是什么人，搞得府城一团糟。既然都澄清误会了，还是都散了吧。母亲，您觉得呢？今日弟妹受惊了，日后绝不允许人再提这件事。大哥说的好听，如此大动干戈，颠倒黑白，事情就这么算了。是没有听到那2人说的，有人指使他们这么做，污蔑我的名声，这跟污蔑荣国侯府有什么区别？大哥作为侯府的主人，既然如此大度，彻查此事。父亲，在2人的身上搜出了银锭和珠宝。严格将银锭交给了萧定州。大哥不如看看这赃物。荣国侯一看，差点两眼一黑，晕倒在地。为何？因为那银锭上竟然雕刻了魏国公3个字。蠢货，简直是蠢货！你们干的好事到底怎么回事？定是有人要挑拨我们侯府和魏国公府的关系。今日的事情是跃然视察。弟妹、二弟，若我们真的因此生了隔阂，才真是中计了。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有魏国公府的银锭？可这就是从2人身上搜出来的，我亲眼所见。那什么，大公子，是你亲自从他们身上掏出来的，不是我们搜出来的呀。侯爷，世子，府门前有个年轻人在闹事儿，赶走就是了，这么简单的事情。荣国侯烦心的很，管事的神色欲言又止。那人说自己是江姨娘的旧日相好，来讨说法，说世子强娶人妻。嘿，这都是什么惊天大瓜呀！瞬间，所有人看向江月然的神色都充满了震惊。你竟敢！我不是，我没有，是胡说八道。萧月然分明是我的未婚妻，说好等我回来就嫁给我，眼下却被荣国后世子强娶了去，我要告到京兆府去。堂堂侯府世子，竟强抢他人未婚妻，真的假的？这么大瓜，江月然真的有这么一个私定终身的对象？不该呀，原书里没提到啊。这不像是江月然会做的事情。然而，大胆狂贼，谁让你满口胡言乱语？我根本不认识你。凌晨哥哥，你一定要信我，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为何他在府前胡言乱语。我是清清白白的，根本没有什么旧日相好，我一心都在凌晨哥哥身上。然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竟然说不认识我？你说，你是不是被逼的？若是姓萧的逼你，我一定带你走，粉身碎骨我也不怕。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满嘴胡言乱语的恶棍，乱棍打死也不为过。这是当年我南下经商你送我的信物，这玉佩跟你身上戴的那个一模一样。你竟然不承认？莫非你是自愿嫁给别人的？男子像是遭受了十分大的打击，身子摇摇欲坠。打倒他的不是侯府家丁，而是江月然的无情呀！眼尖的人已经发现，他手中的玉佩跟江月然腰间挂着的那个一模一样。人家当然是自愿成婚的，这事在京城都传遍了，你去打听打听嘛。嗨，你出身微寒，高门贵女怎么愿意嫁给你啊？不，我不信，然而我不信，你心里肯定有我的。你当年口口声声说只喜欢我这个人，不在乎身份，等我有所成就就回来娶你，我们一起去江南，过着逍遥快乐的日子，粗茶淡饭也开心的。你到底受谁指使这样来污蔑我？我根本不认识你，是你让人污蔑我，林楚河一定是你的主意。胡说八道，滚！你怎么能打女子？滚开！我根本不认识你，你到底为什么污蔑我？滚！林晨哥哥杀了他，我根本不认识他。还愣着做什么？打死！然而你竟然如此负我。好，你若是心中已经没有我了，与我说明白，我肯定不会怪你。但你竟然这样糟蹋我们之间的情分，你忘了从前我们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夜晚了吗？放弃！男子最后不舍得看了江月然一眼，飞身离开了。他似乎轻功了得，瞬间便不见了人影，只有远远的声音传来。然而你负我，我不怨你。若你有一日过得不好，老地方来见，我一定带你远走高飞。在场的吃瓜百姓无语了。哎，壮士别走啊，瓜还没吃饱啊！贱人！那什么，我二人先告辞了。别急啊，留下来看戏也行啊。这江月然和萧凌晨这就互相咬上了。凌晨哥哥，我真的没有。凌晨哥哥宁愿信一个来历不明的人，都不信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夫人和荣国侯终究还是被请过来了，严格派人去请来的。严格表示，府中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老夫人和侯爷在场主持局面，实在是不行啊。愣是将头疼的老夫人也请了过来。祖母，爹，我跟然儿被算计了。什么算计？我看你是不想做这个荣国侯世子了。大哥大嫂正值壮年，正是拼二胎的好时候啊！我要是有这种儿子都气死了。找我吗？我有生子和多胎的秘方，很便宜的，只要9999两，保证1年1胎，3年2胎，一包多胎，量身定制。原来夫人竟也精通此道。够了！眼下这个局面，二叔满意了吗？那人身手了得，连侯府的家丁都不能将他如何。事情又发生在二婶遭受委屈之后，除了二叔能请来这样的人，还有谁？世子这话说得好奇怪，江姨娘自己的私事怎么怨到父亲的头上？父亲和母亲又不能未卜先知，如今有人试图污蔑母亲，以此来反击。退一万步说，2年前父亲和江姨娘还有婚约呢。这男子说，3年前就跟江姨娘私定终身了。这若是父亲的策划和安排，岂不是打脸？再退一万步来说，父亲为何请这种人来付钱唱戏，故意针对世子？是承认今日的举止就是江姨娘陷害母亲才遭到的报复的吗？可就算是再退一万步，父亲又何必大动干戈？处罚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从那2人身上搜到魏国公府银锭的事还没解决呢，世子就先倒打一耙，先污蔑上父亲，真是好一个偷梁换柱之法。江姨娘自己行事不正，分明是晚辈妾室，也敢妄议长辈的事情，甚至收买了别人来污蔑我母亲。如今世子还有脸指责我父亲？我不是那个意思，二婶，这件事跟然儿无关。魏国公府的银锭到底是怎么在然儿身上的？我根本不知道，而且谁知道那银锭是不是假的？今日的事情，我承认是我失常，我愿意跟二婶道歉。哼，这话你跟京兆府说去吧。什么家事要闹到京兆府去？祖母说的对，就算家事也要去京兆府。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守法不守规，何以成家？何以立国？啊，这我是那个意思吗？给我闭嘴！家事何必闹到官府去？老夫人反正很生气，上去就是给江月然一个巴掌。我不管今日到底怎么回事，晨儿，你的名声绝不能因此被损毁。江月然留不得，给我休了他！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江氏犯蠢。凌晨哥哥，我真的没有，是陷害，是他们陷害我的，我不认识那个人。好了，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事情我会查清。不行，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就是有人陷害我。够了，你还想闹到什么程度？好了，晨儿，我知道你委屈，今日的事情跟你二叔一家无关，那男子究竟什么来头，还得去查。定州，我也知道你跟你媳妇今天受了委屈，这件事是晨儿这边失察，那魏国公的银锭难保是被偷了去陷害的，就是想让你们叔侄关系恶化。这件事还得你大哥去查查，再做定夺。今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谁也不能传出去一句，各自回自己的院子吧。这几日没事，也不用过来给我请安了。事情
就这么结束了。就算那银锭的事情要再查一查，但是各位莫不是忘记了，江姨娘可是答应过我，说我是清白的，她愿意从府门前走到望江楼下，一边走一边说我江月然不知廉耻，惹是生非，栽赃陷害，罪该万死。老夫人和大嫂都能见证，大家不会忘记了吧？不行，二弟弟妹都是一家人。娘亲，哎，琛哥、景哥，你们怎么回来了？大哥说母亲被欺负了，我跟二哥就回来了，我们还带了大人回来哦。你们都不许欺负娘亲！什么大人呢？这时候，门外进来了一个人，来者京兆府尹素良才。定国将军，荣国侯府叨扰了，贵府二位公子急着回家，撞坏了我的马车，我上门索赔的。母亲，儿子擅自派人去叫2位弟弟回来。你小子到底安排了多少好事啊？苏大人，你先不要找我爹娘索赔，有人欺负我娘亲，你是京兆大人，你要做父母官。有种被小孩子戴高帽的感觉，是怎么回事？素大人其实想跑，感觉自己来的不是时候。他是京兆府也没错，但谁要管定国侯府上的事情啊？诸位，今日府上似乎有事情要忙，再下来的不是时候，不如先告辞了。苏大人留步，您来的正是时候呢。再晚一些，我跟将军就要去京兆府衙见你了呢。哎呀，谢谢啊！再晚一些，京兆府也下职了。苏大人恰好来拜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恰好府上有些棘手的事情需要苏大人处理。当年我没得罪过这小子吧？胡说什么呢？家里的小事哪里劳得动京兆府啊？苏大人公务繁忙，我们就不招待了。大人还是回府衙办事吧，都是家里的小事，小事。这是大事。这能是什么大事？我看呐，你今日是想闹事。今日府上出了些局域，看似小事，背后却潜藏危害京城安危的危机。陛下若是问罪，侯府能全部承担吗？今日府上抓捕了2个小厮，身上竟然藏着魏国公府的银锭，来污蔑我夫人。二人在言行之下已承认是拿人钱财来污蔑我夫人，此事最先与江姨娘有关。江姨娘出身魏国公府，但其否认了2人受自己所指，因此这银钱的来历便大有来头。或是有人私铸银两，此事危害社稷，不可不查。我大哥猜测，或还有小人试图恶化二府关系，或与我大哥一家的关系。无论是荣国侯府还是魏国公府，在朝中关系非同一般。若是如此，京城之中可能潜入了别国细作，此事必须禀告陛下。满朝文武知道你定国将军是这种人吗？还有一个猜测，那便是魏国公府失窃。失窃事情就简单了。啊，对，定是魏国公府失窃。失窃绝不仅是一块银锭，但大晋有律法规定，特银失窃必须报案。魏国公府若不曾在京兆府报案过，那么可能存在私自造银的问题。此事大人也该查一查。素良才无语，随后心想：好，你们父子俩要把我玩转是吧？不是，你们父子俩这么默契的吗？严格这话又直接吓傻了江月然。事不宜迟，劳烦苏大人立刻进宫，将此事禀告给陛下。内阁商议定夺。哪里会这么严重？这不就是一件小事吗？都是误会啊！大哥在户部待久了，竟不知外边的形势多严重。北元国虎视眈眈，我昏迷2年，双腿至今不能行走，就是最好的例子。10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银币私铸案，一开始也只是假币在乞丐间流传。这件事本就是直觉自己是大冤种的素良才，甚至都怀疑萧定州这话的真实性。随后沉吟半晌，下官这就进宫。今日的事情是我策划的，跟魏国公府一点关系也没有。住口！然儿，你在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苏大人，今日的事情就是我策划的，跟魏国公府无关，这件事不能报官。林楚河，这些你满意了吗？我就是不想让林楚河好过。收买赵府下人的事情是我吩咐人去做的。你疯了！世子担心什么？我的策划，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你自己都不希望萧将军过得好，如今假惺惺装什么不知道？江月然两边的脸颊都已经被打肿，甚至麻了。他对萧凌晨再多的感情，也在婚后看多了萧凌晨的面目中逐渐淡去。你打我，萧凌晨！你就是嫉妒，你就是比不上萧定城。我看你是疯了。对，我是疯了。萧凌晨，你也别想独善其身。还不拉开，还嫌不丢脸吗？这下官还要不要进宫呢？想骂人可以吗？你们2人跪下！还不跟你二叔和二婶道歉？眼下事情已澄清，二弟打算如何惩罚陈儿？还要让江氏当街道歉吗？当不当街的无所谓，眼下也不是江姨娘跟我的矛盾，是江姨娘跟世子心术不正。
二人是大哥的儿子和儿媳，说起来也不该我们来惩罚他们，自是老夫人和大哥做主就好了。夫君觉得呢？不该你们惩罚，那你们闹什么？当不当皆无所谓。那你之前为何一定要提这件事，还闹到京兆府？哦，这个弟妹真是厉害呀！萧定州说：“夫人考虑的对，是我疏忽了，那就交给大哥大嫂以及老夫人处置吧。今日苏大人也在，当着京兆府尹的面儿，大哥总不至于包庇儿子草草处理吧？”你们二人跪下磕头，按照家法，不敬长辈，鞭20，罚跪祠堂10日。就这样，萧凌晨刚从祠堂出来不久，又要进去了。祠堂真可怜，荣国公府的列祖列宗都要被气死了。但这还只是开始。严哥啊，你啥时候做的安排？发现江姨娘派人跟踪母亲的时候，我也听听夫人和严哥的计划。我真的只是跟赵家做生意，是江月然犯蠢。当然，我也不喜欢他。江姨娘和母亲不对付，总找机会寻母亲的不是。今日的事情，就算能澄清对母亲的误会，也会留下隐患。儿子认为，斩草除根才能不留后患。魏国公府专银的确是儿子拿到的，那男子也是儿子安排的，请父亲责罚。我是个只会罚人的人，你维护你母亲，我还罚你，我成什么了？在你们母子二人眼里，我这么不可靠？严哥生怕父亲误会，立刻表示不是。那怎么事先不与我说，自己决定？你做的这些事情，不担心你母亲觉得不对，就担心我觉得不对。你二人的秘密打算何时跟我说？哪有什么秘密啊？林初和小声嘀咕，拒绝承认。以为自己能瞒得很好？行，等日后你们想说再说。严哥说说，魏国公府的专银是怎么拿到的？今日来闹事的那人又是谁？他是黑手。道神？儿子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他，让他欠了些人情。魏国公府的专银是他拿出来的。另外，江姨娘为及笄之前，确实跟魏国公府一个侍卫走得过近。那侍卫后来被处理了，此事被魏国公夫人压下，没有传开。儿子也不算污蔑他人。严哥，你现在的本事简直是男主设定啊，这么强！那黑手的演技倒是不错，今日看热闹的人没人不屑。夫人还挺欣赏，客观评价啊。哦，对了，夫君，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不是说可能日落才回来吗？夫人转移话题的态度还可以随意一点。好嘛，知道你不好对付。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及时跟我说。你在处事上有手段，如今已经长大，若非大是大非，我不会说你。这御苑的莲子跟其他莲子有什么区别吗？都是莲子，无甚区别。那还不如少银子呢，银子比什么都实在。实在不行，少黄金也行。哟，那我们去吗？去啊，带你们出去玩，让严哥将最好的莲子全都赢回来。快，大哥你回去多读几本书，我们一定要赢。给娘亲赢莲子，大哥看书。于是，身负重任的严哥被两个弟弟推搡着回书房看书了。林楚河看着孩子们嬉嬉闹闹的走远，又摘了个新的莲蓬。夫人在想什么？若是不想去，也可以不去，不碍事的。那倒不是，只是在想一些事。何事啊？为夫愿为夫人解惑。我好像没告诉过夫君，其实当初我上错花轿，除了萧凌晨和江月然做局，这其中还有一人的手笔，太孙妃，也就是我姐姐。做局？夫人后悔与我成婚了吗？啊？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喂，萧将军，你的重点还能再偏一点吗？你明明知道事情怎么回事，我若是后悔呢？那也来不及了。夫人真后悔了吗？这个光天化日的呀，对着这张脸，在听着自己最喜欢的声音，林楚河满脑子废料。不后悔，夫君长得如此俊美，岂能便宜他人？太子妃之事我已经知晓。夫君竟知道了多少啊？醒来之后就着人去查了些这些年的事情。太孙妃是夫人的亲姐妹，不论她初衷如何，我对这桩婚事很是满意。那可不可以说，太孙妃的立场其实就是太孙的立场呢？太孙表面上必须满意，内心如何想我并不在意。城外30万大军眼下由8大部将分统，其中6大部将曾与我生死与共，算是我的人。这2年我虽然昏迷不醒，可陛下已经知道，他们仍与我一条心。太子的身子自小不好，这几年陛下已经亲自教导太孙，可藩王势大，不论是陛下还是太孙都不放心。夫君也跟陛下一条心吗？不知夫人有何高见？高见没有，上次跟夫君说过这个话题，不过我们并不深说，现在又想说说了，但我在犹豫该怎么说。夫人跟严哥怎么说，就由我怎么说。你又知道我跟严哥说了，好吧，那确实说了。夫人但说无妨，我们是夫妻，夫妻之间可以无话不谈。虽然夫人还不愿意跟我说一些秘密，但我会知无不言。那夫君说一说，觉得太孙堪当大人吗？夫君不担心他上位之后对你不利，过河拆桥吗？夫人不喜萧启，欺负夫君的人，我当然一个也不喜欢。哼，小骗子，分明另有谋划。夫人不必担心，局势瞬息万变，没到最后，眼下的决定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好，我会去查。可我若想主动改变呢？夫君也知道，我和林逸云做不成好姐妹，但林逸云的想法可跟我不一样。我不想做他刀俎上的鱼肉，当然也不想做别人的刀俎。我想成为刀俎的主人。夫君会阻拦我吗？
这也是我的秘密之一，夫君一直都想知道。眼下我说了，夫君虽说自己去查了林依云的事情，但关注的重点似乎在我的身上，不如查一查林依云，或许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如果夫君查到的结果跟我的差不多，那我的秘密夫君就可以知道了。小骗子，我早就知道你的秘密，严哥的秘密是不是也跟你的相似？好，我会去查。3日之后，萧大姑带着儿女回来。哟，这就是二弟妹吧？都怪我们启程太晚，没有赶得上喝你们的喜酒。二弟和二弟妹可千万莫怪罪呀！演技真差，生怕别人看不出你不好相处似的。大姐说哪里话？孩子们，过来见过大姑母。严哥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回京，你才刚刚被你父亲带回府呢，一晃就长大了呀。哎，这腿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我说你弟妹，这孩子的身子你也得注意些呀。哎，大姐说的对，严哥这孩子啊，就是在为他爹求医的路上受伤的，还在养着呢。这孩子太有孝心了，我们夫妻俩都不希望他内心负担过重。像大姐这样多好啊，好几年不回家一趟，也不来信，根本不知道老夫人的身体如何，心宽则安嘛。也像志哥，听说今日刚进城就打人呢，瞧瞧，这才是孩子的天性呀。哎，我家孩子要是有大姐家的孩子1半会玩就好了。好好好，林氏果然是个伶牙俐齿的，母亲说的没错，这个林氏就是来克他的。志哥勇气可嘉，儿子望尘莫及。好大儿真不错，越来越会接戏了。瘸子！说完，又将不知何时掉落在地上的一个毛球一脚朝着萧定州的轮椅踢了过去。这就是定国将军啊，也是个瘸子。好了，志哥，不要乱说话。我没乱说，他们就是瘸子。你这孩子真是的。行了，别说了，二弟、二弟妹，志哥他年纪小，童言无忌，你们不会生气的吧？这孩子从小就被他父亲宠坏了，他没有别的意思，是跟你们亲近，说话才随意了些呢。生什么气呀？都是一家人，定州夫妻俩难道还能跟小孩子计较？行了，人都到齐了，都坐下来准备开席吧，以后有的是时间叙旧。我大哥和爹爹才不是瘸子，他们会好起来的。志哥，你撞我！你敢撞我！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一边说着，一边朝着琛哥就冲了过来。可惜琛哥的动作更快，在撞到志哥的瞬间，已经冲到了爹的身边。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瘸子！大姑，小孩子之间的吵吵闹闹就不必当真了吧？志哥怎么还这样冲动呢？严哥，弄伤了你表弟可如何是好？琛哥小小年纪也太鲁莽了。好痒，痒死我了！啊，志哥，你怎么了？志哥，老夫人也被吓到了。这是怎么了？哎呦，快抓住他！啊，志哥，快抓住志哥！荣国侯府的晚宴最终在一片混乱中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林初和看着满地的狼藉，十分遗憾的叹息。娘，您放心，我肯定不学坏习惯。琛哥乖乖，你跟娘学习。既然如此，那回我们自己的听风院自己吃吧。我去厨房看看菜够不够吃。琛哥也跟娘亲去。夫人去吧，我好好跟3个孩子谈谈。琛哥回来。林初和嗖的一下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谁的主意？琛哥瞬间将头埋得低低的。景哥左看右看，看天看地，就是不看爹。严哥神色十分坦然。林初和左看右看，就是不看夫君。控饭。父亲，是我的错，儿子没有以身作则，教育好弟弟。爹，我也有错，是我让琛哥背要防身的。爹，是琛哥错了，不关大哥和二哥的事情。我是不是该欣慰你们3个还挺团结的？都不关孩子们的事，是我的错，我不该在配药的时候让琛哥听见。没错，方才志哥在餐厅突然浑身痒痒，情绪失控，其实是因为琛哥在撞过去的时候将药粉撒在了志哥的身上，这才导致了志哥情绪失控，浑身痒痒。爹，不关娘的事，是我非要让3弟做的，不是娘亲的错。琛哥不听话，爹罚我，不要怪娘亲，也罚我。我说什么了吗？4人瞬间站得板正。琛哥，爹没怪你。那我还能跟娘亲学医术吗？可以。爹，你好吓人，我以为你要罚我们。而且3弟也没有做错嘛，都怪那个志哥嘴巴不干净，他要是放尊重一些，我们才不管他干嘛呢。这件事虽然我不怪你们，但今日你们还是得反思，这种手段是不是每次都能用？如果对方不是志哥呢？是个更聪明的成年人呢？
琛哥是乖乖孩子，很聪明的，知道爹爹没有怪你，是害怕你受伤，对不对？你看，志哥那么大一个，如果他今日发狂的时候想来打你，但万一爹娘和哥哥们都不在旁边，你是不是不能躲掉？琛哥错了，今日有爹爹、娘亲和大哥在保护琛哥，所以志哥打不到我。但是如果爹娘刚好不在，我就可能被打到了，因为我太小了，日后不可能这样鲁莽了。真乖，琛哥真聪明，一下就想明白了。保护自己很重要，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特殊的手段，但是要记住，不能伤及无辜，不能伤人伤物，也不能伤粮食。对，今日娘做的不好，以后我们一起改过，行不行？我这就去找他们三人。行了，母亲，三弟一向骄纵，也不知今日到底碰到了什么。今日惹的笑话还不够吗？我们才刚来外祖母家，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日后还怎么在荣国侯府居住？二舅那孩子就是个3岁小孩，他还能算计三弟？王进章只觉得丢脸至极。他初来京城，住在荣国侯府，只想借此机会在京城站稳脚跟，参加科举。还是等天亮再去找别的大夫看看吧。这一夜只能让志哥熬过去了，这算是给他一个教训。那可是你弟弟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这里是京城，遍地权贵，您再这么纵容志哥，迟早要出大事。志哥注定要度过难熬的一夜，喊得嗓子都嘶哑了。好在到了半夜，痒痒有所缓解，结果到了天亮之后又继续了。三弟，你怎么来了？大哥，从今日起，我要日日早起跟你学武，我要变强，像你和爹爹一样，然后就不怕被人欺负了，不要娘亲担心。母亲知道了，会打你的小屁股吗？昨日志哥言语冲撞了萧将军和贵公子，只是后来发了痒病，不能给萧将军和贵公子道歉。今日身子虽好了一些，他仍旧很虚弱，不能亲自过来道歉，亲自做了些宜城才有的点心，与轩儿过来道歉。希望萧将军和夫人莫要计较志哥年纪小不懂事。哦，怪不得说王姑娘和大姐形同母女呢，这替侄儿道歉的事情也亲自来做。弟弟都成那个样子了，二舅母还要让他亲自过来道歉吗？而且我娘还要照顾外祖母呢，哪有空闲过来？哦，轩儿不得无礼，夫人不要介意，轩儿年纪小，口无遮拦。那确实是有点小的，再过3年就比我还要大。老夫人昨日摔伤了，今日志哥好转之后，大嫂就一直在青松院伺候老夫人，不曾得空，因此才委托我过来的。夫人竟然不知吗？莫非今日还尚未去青松院给老夫人请安？我听外祖母说，二舅母极少去青松院请安，怪不得不知道我母亲忙碌，这是来讨伐我不去青松院请安来的。两位莫非忘记，这里是荣国公府，不是你们王家。你们若是来道歉的呢，礼物我收下，小孩的话就是大人的意思。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总不会不懂，所以我也不会谅解。若是想来讨伐我的话，先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当然，认清了位置，我这里也不欢迎。二位回去吧，秦霜送客，两位姑娘请离开。啊呸！什么玩意儿啊，还来听风院显摆了？倒是先去问问老夫人，敢不敢让我们夫人去请安？哼，什么玩意儿啊！二人离开听风院的同时，恰好碰上了从书院放学回来的杨哥。母亲，他们来做什么？道歉。林初和打开王庆书送过来的篮子，看到了里面十分精致、京城少见、香味浓郁的糕点。是说来道歉的，实际上是来内涵我不去伺候你祖母的。哎，虽然人不怎么样，但糕点做得不错。元哥，你尝尝，您还吃得下？您是一点也不介意？别跟吃的过不去嘛。母亲，你不觉得这糕点的口味有点熟悉吗？那倒是，都是我爱吃的。有什么是您不爱吃的吗？哎，这个家没有他各方面提醒是不行的。这些糕点都是父亲喜欢的口味。多年前，祖母曾给父亲议亲，对方便是王家姑娘。王姑娘对父亲一见倾心，至今不婚嫁，有这部分的原因。元哥，没想到你还挺八卦呀。重点是这个吗？这有什么？喜欢你爹的女子多了去了，那议亲不也没有议成吗？不然哪里等到我来捡了啊？不，来嫁给你爹？母亲，接下来王家人可要在府中生活至少3个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个小孩，这事儿还操心上了？母亲，行，我知道了。你现在已经十分认可我这个做母亲的了，甚至担心我不要你父亲了，说明我比你父亲重要。对此，我十分高兴。你是不信任你爹啊？没有。放心，区区一个王家姑娘，影响不到我们一家。在这种事情上，一个巴掌拍不响，是真知。当然，若真的影响到了，那就是你爹的不是了。顺便我也提醒你，日后你有了心仪的女子，若发生类似的事情，就该你作为男人去解决，而不是让你喜欢的女子陷入这种无聊的争夺之中。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事情都解决不了，更不值得人家女子倾心于你。母亲，你在乱说什么？害羞啊？有喜欢的女子了？喜欢也行，但你现在年纪还小，可以先喜欢着。等长大了，人家若也对你有意，我去给你上门提亲。
你要是担心人家女子不认识你，那也没关系啊。你告诉我是哪家姑娘，我去探探口风，帮你先跟别人家先认识认识，联络感情。张哥立刻告辞，表示自己要回房写文章，接着就是逃也似的走掉了，差点左右腿打架。咦，庆哥怎么还没回来？夫人，二少爷说了，去同窗家里做客，晚一些回来。盛昭，那药真的能赚一笔吗？盛昭与景哥一般大。放心，你家大姑别无选择，只有这条路。你还不信我？我信，我当然信你。公子，药卖出去了，这是100两银子。你看，盛昭你真行啊，不愧是行商之家，这成本不足1两的药，竟能这样翻倍卖出去啊！景哥口中的药就是针对志哥研发的消痒药，而这研发之人自然是琛哥，100两银子呀！景哥可真高兴，这在从前他都想都不敢想的。林掌柜说了，林氏药堂想买下这个方子，你觉得呢？不卖，我这特效药千金难求。林掌柜下次还想跟我合作的话，我还得考虑分成之事呢。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俩合作做药品的生意。我三弟天赋异禀，可以研发一些特效的成品药，他听我要，我们卖出去，跟别的药店合作，还得分成，损失多大呀？不如我们自己做起来，到时候我们俩一起做东家，找懂行的做掌柜，再找2个大夫，确保药方子无误。郑昭瞥景哥一眼，你爹是定国将军，还要你亲自下场做生意啊？你不懂我的心情，我自小身子就不好，爹娘其实对我没什么期待，我也不似我大哥文武双全，也不像我三弟在医学上天赋异禀，但我也想做点事情，让爹娘知道，我也能让他们放心，不用时时为我担心。我爹娘对我也没什么期待。盛家是大晋首富，他上头有个大哥是盛家未来的继承人，而他也是自小身子就不好，这家里的事情基本也不必他操心。父母和兄长待他如同瓷娃娃，生怕出了什么意外。那我们更要证明啊，我们日后可以让父母放心了。怎么样，干不干？少爷，若是被夫人知道了，夫人肯定要大发雷霆的。盛昭说：你不说，我娘怎么会知道？我怎么这么命苦啊？从前乖乖巧巧的小公子呢？定国将军府这个公子真是能折腾啊！我三弟可是天才，你等着吧。他要悄悄干大事，惊艳所有人。要瞒着娘亲，不能瞒着娘亲，二哥不乖。这不是骗人，是要给娘惊喜。你想想，我们悄悄赚大钱，把赚来的钱都送给娘亲，娘亲那么喜欢钱，她会不会高兴？琛哥歪着小脑袋，瞬间觉得二哥说的十分有道理。娘亲就是喜欢钱钱，每次她数钱都笑得十分开心。我们也不做什么大生意，我跟人商量好了，就先做些治疗头疼发热的成品药。你还记得不？前几天你吃坏了肚子腹泻，娘给你吃了药，你很快就好了。第二天你还立刻就跟娘学会了治疗小儿腹泻的药呢。三弟，不用你出手，你就提供药方，我让懂行的人去做，有保障。到时候生意就分3成，你我还有盛昭，等我们有钱了，不但要给娘亲花，还给娘亲买院子、买首饰、买很多好看的衣裳，让娘亲做京城最幸福的娘。对，赚多多的钱给娘亲花。琛哥攥紧小拳头。对，夫人不必理会王家人，这等无礼之人，下次直接将人赶出去就行了。就说是我的意思。夫君好像不喜欢王家人啊？谈不上喜不喜欢，道不同而已。夫人也不必与他们深交。那林氏也真是的，嫁入我们荣国侯府，就不曾见他过来给母亲请安过，怎么做人儿媳妇的？幸好当初娶她的不是凌晨，我可不想他来给我请安。哎，他哪里是给我请安，是来气我的。我是一点也不想看见他。哦，原来是娘不想让人过来伺候的。那我爹呢？也不见他来看看您。哼，母亲，我爹这么多年还是那样子吗？不然呢，他还能怎么样？被一个狐妹子迷得不着家，天天在庄子上舞文弄墨。哎，早就被京城的人笑掉大牙了啊！那李佩佩不愧是勾栏院里出来的，最会勾引人，他早已跟李佩佩回庄子上去了。这一日，林初和刚忙完，便又接到通报，说王姑娘来见。王姑娘再次上门拜访，这一次又是所谓何事啊？我听闻夫人懂得医术，是懂一些。王姑娘身子不舒服啊，多谢萧夫人关心，杏叔身子无碍，只是这2日老夫人身子不见好，辛苦度日，夫人不曾想到什么好法子缓解一二吗？王姑娘关心的倒是挺宽的，老夫人待我不薄，我自是关心她的身子，因此才斗胆一问，看看夫人可有法子缓解一二。只是这几日去给老夫人请安，都不曾见过夫人，因此才有此疑问。哦，就这样。王姑娘还想问什么？我听闻京城有一名医，人称林娘子，只是性格怪癖，不轻易出诊，出诊的条件也十分苛刻，得需人在府上做3日的丫鬟。既然夫人的医术无法为老夫人分忧，为何不去请名医？秦霜，送王姑娘出去吧，也就算不为老夫人着想，难道也不为萧将军着想吗？萧将军的身子许久不见好，至今仍双腿瘫痪，夫人不着急吗？连名医都不寻，听闻那林娘子医术高明，只是性子古怪了些而已。或许寻她，
可为萧将军医治。难道你就忍心看着萧将军后半生都这样坐在轮椅上吗？这样对他又是何其的残忍！林楚河无语，他宛若看智障一般的看着王静书。你倒是关心萧定州，可惜了，萧定州都不知道王姑娘如此在意他。请说，去书房跟将军说一声，可不能让王姑娘这一片好心落地无声啊！夫人这么做好吗？可不是，我很少有这样不能完成任务的时候。对了，夫人，将军说您忙完了回房一趟，将军在房中等着。这说的，夫人，我去厨房看看你要的枇杷膏。夫君，夫人真是日理万机啊，好半日不见一点声音，待见了一点声音，却是些无聊之人的消息。不是，这怎么还带言带语的呢？那我走。萧定州有些无语，萧将军的眼神十分谴责和委屈。他事关夫君的事情，我总不能负了人家的好意。过来。白天呢，这不太好吧？夫人为何不生气啊？谁说的？我也生气啊！我有厌蠢症，而且他也实在太不礼貌了，还将不将我看在眼里啊？我知道夫君一定会帮我处理的。这不，王姑娘离开的时候脸色可难看了，料想应该不会有下次了吧？夫人，将军的原话是这样的。将军不让卑职转述，霆锋院里住着3个少爷，请夫人好好交代下人，莫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扰人清静。此外，门口已经重新安排了守卫，日后若再见王家人靠近，便直接丢出去，夫人不必再费心。王家不但家教不严，还少有廉耻之心，已安排护卫，夫人可随传，以免他们伤人。王静书站在一旁，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似的，火辣辣的。那句阿猫阿狗，王家不但家教不严，还少有廉耻之心，在他的耳边环绕，让他几乎站不住，一下子就红了眼眶。你做什么？听将军的指令，将您扔出去。王静书吓得连连后退，甚至都来不及说一声告辞，就匆匆往听风院外面走。程侍卫，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些遗憾啊？夫人的心中到底有没有我？这不好吧？白日呢？哼，快要日落了。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我不飘不能入睡，为何你你对我花的忧郁，只能我只托爱的你。好吧，晚安的想的你，想念你的心，持续接近了许多说你只是飞机海岛，像天上风雪，不再知道泡影，当心相爱心相悦，才知道泡影，有情人有情伤的说。王姑娘，这是从何处回来？那边好像是听风院的方向。不过是随便走走而已，我正要回去。是吗？我见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身子不舒服？是去找二夫人看诊吗？她的医术很好吗？这我倒是不了解了，只是听外人说很好，京城至今还有传言呢。可也不曾见她给府中之人诊过平安脉，甚至连老夫人那儿都很少去。大约是因为她是将军夫人，外边的传言便夸张了些吧。不过如果王姑娘身子不适，还是及时请大夫的好，千万别指望林初和了。听闻从前江姨娘与萧夫人关系极好，可如今言辞之中却多有不满。我的情况想必王姑娘也知道，我是想继续与她结为情深，奈何她将我推入谷底呀。时间不早了，告辞。我正好要去给老夫人请安，不如一道。这里是荣国侯府，哪里有王静书拒绝的道理？他一路沉默。说实话，我与林氏自小就认识，其实他从前不是这样的性子，不知为何成婚之后变化如此大，不但伤了林家父母的心，还让老夫人难过。如此，萧将军都不管管吗？王姑娘有所不知，林氏进府的第2天就清理了听风院所有下人，全都换成了自己人，连老夫人的面子都不给。不知他跟萧将军说了什么，还是萧将军无暇管后院之事。总之这个事情最后将老夫人给直接气到了，好几日不能起身呢。王静书垂眸，想起方才之事，他不信萧定州是那种无礼之人，那些话句句都在维护林初和，必定是林初和示意下人做的，想彰显自己的地位。说起来真是可惜，他当初知道自己要嫁给萧将军，还当堂撞柱，后来见萧将军醒了，便立刻改口，连对永福长公主都撒谎。真不知林氏到底安的什么心。说是当初跟萧将军定亲的是王姑娘，哪里还有后面这些事情？大姑还没回府之前，老夫人还时常叹气呢，说是王姑娘和萧将军。慎言！王静书红着耳朵提醒江月然。哎呀，瞧我还说这些做什么？王姑娘，
我并非有意冒犯，只是眼下就我们2个人，并无外人在，我就口无遮拦了些。我只是感慨而已，你就当没有听到我说这些话。若是如今听风院的女主人是你，侯府上下不知道多和谐。眼下荣国侯与太子一脉紧密相连，王家又曾是太子太傅，无日就会回京，无论哪一方，未来不可限量啊！如今真是可惜了。这些话，请以后不要再说了。林家还是太孙妃的娘家呢，王姑娘有所不知，外人不知道，我与太孙妃一同长大，还能不知道？林氏与太孙妃关系微妙，这也很让太孙妃头疼呢。这妹妹呀，都快成了太孙妃的心病了。王静书不说话了，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点到即止才是最好的。而此时此刻的萧将军已是一脸艳足的离开了房间，继续去书房了。爹爹，娘亲呢？